这只小鸳鸯刚出生就被妈妈从9楼挤了下来。经过急速的坠落后，小鸳鸯重重地摔到了地面上。那么它还有活下去的机会吗？原来1个多月前，业主无意中发现一只鸳鸯在9楼的管道内筑巢，这些是他刚生下的一窝鸟蛋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这里并非只有一只鸳鸯妈妈，另一只母鸳鸯也看上了这个隐蔽舒适的巢穴，于是他们一拍即合，决定同时在这里育儿。一般来说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。为了使2位鸳鸯妈妈能更好的孵化，业主还特意为它们准备了竹筐和毛毯。鸳鸯妈妈看向业主，似乎在用眼神表达着感谢。在孵化期间，2只鸳鸯有着非常明确的分工，其中一只鸳鸯在家里孵化，另一只出去寻找食物。当温度降低时，鸳鸯妈妈会将一些绒毛覆盖在鸟蛋上，而这些绒毛却是它们从对方身上薅下来的。随着天气的转凉，2位母亲需要源源不断的薅取绒毛，其中一只鸳鸯妈妈下嘴也是不分轻重，专挑一个地方，愣是把另一只鸳鸯妈妈薅秃了。不过它们并不会因此而打架，毕竟当下最重要的是育儿这个任务。夜幕降临后，2只鸳鸯妈妈都在专心孵蛋，突然从底部传来一声巨响，还没搞清状况的鸳鸯妈妈顿时满脸错愕，心想着好端端的蛋怎么炸了呢？另一只经验丰富的鸳鸯妈妈转过身，把这颗坏蛋叼出了巢穴。原来这是一只未受精的鸟蛋，由于温度过高导致腐坏，产生了大量气体，进而引发了爆炸。对于这种情况，鸳鸯妈妈会把坏掉的蛋处理干净，防止蛋液的气味引来天敌。在2位母亲精心的孵化下，几天后小鸳鸯陆续的破壳而出了，它们紧紧围绕在母亲身边。不过这些蛋是由2位妈妈共同孵化的，它们能分清谁是自己的妈妈吗？这些刚出生的小鸳鸯需要抵达前方几百米处的河流，那里是它们最终的目的地。可2位母亲将它们生在了9层楼的位置，这样的高度，小鸳鸯又该如何下去呢？其实鸳鸯妈妈的做法很简单，先丢出一只小鸳鸯进行探路。第一只跳楼的小鸳鸯经过自由落体后重重摔在地上，可神奇的是，这只小鸳鸯不但安然无恙，还跑得飞快。反观另一只小鸳鸯却死活都不肯跳下去，看样子是被吓坏了。这时后面的小鸳鸯直接一跃而下，成功落地后，它马上跑向了对面。接下来其余的几只小鸳鸯也都纷纷从高处跃下，这是每只鸳鸯出生后必须要经历的一次挑战。等孩子都集合完毕后，鸳鸯妈妈这才从楼上飞了下来。接下来2位母亲要带着他们前往马路对面的栖息地。在鸳鸯妈妈一前一后的带领下，小鸳鸯很快就来到了河边，他们即将要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。就是不知道2只鸳鸯妈妈分得清谁是自己的孩子吗？眼前的丑小鸭踉踉跄跄滑到了水里，任凭父母百般劝说，小天鹅怎么也不肯下岸游泳。面对如此叛逆的孩子，黑天鹅夫妇气得脸都红了。可为什么这只小天鹅不喜欢水呢？原来几个月前，黑天鹅妈妈在野外生下一窝天鹅宝宝，刚出生的小天鹅十分可爱，毛茸茸的样子快要萌化了。不久后，小天鹅跟随父母来到了公园街道。天鹅在生完宝宝后，一般都会进行漫长的迁徙。由于小天鹅刚出生不久，望着深不见底的湖面，它们显得有些胆怯。黑天鹅妈妈在水里不断鼓励孩子们，可小天鹅却一直犹豫不决，只有一只胆大的率先跳进了水里。黑天鹅夫妇也很无奈，养了这么多届孩子，就属这一届胆子最小。在黑天鹅妈妈苦口婆心的教育下，一只只小天鹅都纷纷开始尝试下水。为了这群孩子，黑天鹅夫妇也是操碎了心。最终小天鹅都跳进了湖里，唯独最后一只却始终不肯下来。黑天鹅爸爸气得直接带着孩子们游走了，但此时天鹅妈妈却停了下来。虽然孩子不争气，但作为母亲，她不会抛下任何一个孩子。此时觉得母爱伟大的扣666。不一会儿，天鹅爸爸又游了回来。哪个父母会抛弃孩子呢？天鹅夫妇就这样边走边引导孩子下水。可倔强的小天鹅像个走地鸡一样，怎么也不肯跳进湖里。就这样，双方一直耗了一个上午。最后，黑天鹅妈妈只能让它骑到自己背上，其他孩子则紧紧围绕在妈妈的身边。眼前这一幕多么温馨和美好啊！在水里待了一段时间后，小天鹅又趁父母不注意溜上了岸。天鹅夫妇找了一圈才发现这倒霉孩子，其他孩子都乖乖地回到了家，只有这只非常叛逆。此时一位热心的保安大叔上前帮忙，想把小天鹅送回湖里。可黑天鹅夫妻并不知道大叔的好意，看见孩子在大叔手里，他们非常紧张。当大叔将小天鹅放下时，还让黑天鹅爸爸啄了一口，但他们很快理解了大叔的用意，连忙点头向大叔表示歉意和感谢。小天鹅站在岸边，丝毫没有下水的意思，甚至还想再次爬上岸边。黑天鹅夫妇不厌其烦地劝说宝宝，可倔强的小天鹅完全当成耳旁风。犹豫片刻后，小天鹅迈着坚定的步伐再次朝着岸边爬去。天鹅夫妻恨不得给它塞回蛋。小天鹅并不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，反而在岸上整理起了羽毛，就是不肯跟着父母下水离去。光顾着臭美的小天鹅突然一个不注意，从石阶上摔了下来。
这回他也知道疼了，嘴里一边喊着妈妈，一边想要得到妈妈的安慰，可却因为腿短上不去台阶。倔强的小家伙可没那么容易放弃，他不断寻找低矮的地方继续尝试。看得出此时他非常想回到父母的身边。此时一位热心的小哥抱起小天鹅，缓缓将它放到了黑天鹅夫妻面前，两夫妻立刻对小哥鞠躬表示谢意。黑天鹅妈妈催促小天鹅马上跟自己回家，然而小天鹅不但没有下水，还继续朝着岸边爬去，估计是害怕回家被胖揍一顿。面对如此倔强的熊孩子，黑天鹅夫妻只能默默跟在身后，心里真是又爱又气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就这样一直僵持了半小时，此时黑天鹅爸爸已经失去了耐心，伸出20米长的脖子就给了小天鹅一口。妻子连忙制止，因为暴力对孩子幼小的心灵会造成严重的阴影。最终在两夫妻不断的教育下，小天鹅终于愿意回到了水里，也许是他自己想通了。随后黑天鹅一家朝着远方游去，美丽的花朵绽放需要花期，成长的路上更需要耐心和鼓励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老人收养了一只没人要的小黑猫，却没想到为自己带来了500万奖金。在当地，黑猫被人们视为不祥之物。这天，老爷爷满怀期待的来领养猫咪，可当看见小猫后，脸上的笑容顿时就消失了。原来其他颜色的早已经被领养，唯独剩下这只黑猫没人要。小黑猫满眼期待地望着老爷爷，老人还是心软了，反正自己的一生都没什么好运，再差一点也无所谓了。随后，老爷爷开车准备将它带回家，路上遇见了红灯，小黑猫喵喵的一声，原本红色的路灯瞬间就变成绿色。老人看了一眼猫咪，内心有点小惊喜。爷爷并不知道这才是他幸运的开始。到家后，老爷爷刚准备下车，小黑猫又喵叫一声，一把雨伞突然从远处吹了过来。老爷爷转身看向猫咪，此时天空顿时下起倾盆大雨。老人撑着雨伞走进了公寓，可当走进屋里，却看到了电梯正在维修的标志。老爷爷正打算走楼梯，小黑猫又喵叫了一声，原本维修的电梯瞬间就恢复使用。老人很是惊讶，爷爷意识到这是一只能带来好运的黑猫。走廊中正在搬家的邻居挡在了前面，小黑猫一声喵叫，挡住去路的家具马上就被搬走。新邻居热情地和老爷爷打了声招呼，并表达了歉意。回到家里后，爷爷将它放进了提前备好的猫窝里。看着神奇的小猫，老人很是欣慰。此时小黑猫又喵叫了一声，老爷爷抱起小猫后发现是幸运的大奖。看着眼前神奇的小黑猫，老爷爷心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马上抱起猫咪去领取这份大奖。走着走着，猫咪突然叫了一声，缩进怀中。爷爷停下脚步查看，此时突然一棵圣诞树在面前重重砸了下来。老爷爷知道是幸运的小黑猫救了他一命，他来到后刚好只剩下最后一张。小黑猫又叫了一声，爷爷明白这笔500万大奖非他莫属了。可没想到此时新来的邻居也打算碰碰运气。老爷爷看了一眼怀孕的邻居，犹豫片刻后，爷爷决定让出这份大奖，或许他们才是真正需要这笔钱的人。这时小黑猫又叫了一声，表示对爷爷善良的举动给予肯定，同时也是为屏幕前的你送去一份幸运。一只母猫叼起小猫来到便利店门前，它的眼睛注视着店里，似乎想要寻求人类的帮助。可人来人往的便利店却很少有人为它停留。母猫再次叼起小猫，可此时的大门却早已紧闭，这已经是它今晚来的第8次。那么猫妈妈究竟要干什么呢？几分钟后，母猫又叼过来另一只幼崽。店里明明有人啊，可为什么没人给自己开门呢？它失落地回头望了一眼，最终无奈地走下了台阶。原来猫妈妈是想把小猫送给人类，希望店里的人能帮自己的宝宝。不久后，母猫再次叼着幼崽来到门前，突然远处又跑过来一只小白猫，看样子只有几个月大小。猫妈妈嘴里叼的小猫应该是它的第2窝幼崽。它在台阶上不断地徘徊着，此时它多么希望有人能帮自己可怜的宝宝。它静静地蹲在门前等待，期盼着店主能打开那扇温暖的门。可1个小时过去了，它依旧没能等到好心人的帮助。猫妈妈带着2个孩子一直蹲守在台阶上，大女儿一边帮忙照顾小猫，一边陪伴着妈妈，真是懂事的让人心疼。此时想救助猫咪请扣888，为了让孩子能活下去，猫妈妈始终不肯离开。女儿实在拗不过母亲，也只好趴在一旁继续等着。不久后，母猫终于带着孩子离开了，大女儿则是默默跟在身后。大概走了几百米，小猫在一处车库停下。原来猫妈妈把孩子都藏在了这里，小白猫守在车库的外面。几分钟后，母猫叼着另一只幼崽走了出来，和大女儿一番简单交流后，母猫又按照原路返回。不出意外，它又回到了这里。此时小姐姐被猫妈妈的坚持所打动，为了孩子能更好的生存，猫妈妈一次又一次的将宝宝叼过来。大概她是怕自己的宝宝不够漂亮，所以想多让人们看看。这一幕真的让人心酸，虽然仅有几百米的距离，但她却每天重复了无数次。即使知道希望渺茫，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。有时候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有的人能对此视若无睹呢？有人说这只猫的脸皮真厚，我想在母爱面前，
她已经尽了自己全部的努力。望着那扇关着的门，她多么希望有人能推开门帮自己的宝宝。好心的小姐姐为猫妈妈拿来了食物，两只猫咪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不知道已经饿了多久。我们都知道母猫在生完小猫后，饭量会是平时的几倍之多，很难想象猫妈妈抚养这些孩子有多辛苦。小姐姐找来纸箱，将母猫和幼崽放了进去。猫妈妈似乎也知道人类的好意，丝毫没有表现任何的抗拒。吃完饭后，两只猫咪开始为自己清理卫生，也许是担心小姐姐会嫌弃自己，猫咪不断清理着毛发。此时店门突然打开，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猫妈妈已经将一只幼崽送了进去，可店主表示自己并不喜欢猫，无奈这只猫每天都把孩子送过来，自己没办法才将门关上。最终经过考虑，小姐姐决定收养猫咪一家。猫妈妈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应，她的毅力和倔强让人敬佩和感动，更让我们体会到了母爱的伟大。这世上有一种美叫善良，不懂得爱护动物的人，也不会懂得如何去爱人。如果遇见，请善待。